家里的负债太大了，那时候我们家负债1000多万。那你觉得你爸妈给你的影响比较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那个像你讲那个自律这件事情，要把事业做起来，所以他们都没什么玩乐。那以前又觉得说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干，他晚上不睡觉。那是2个摩羯座嘛？对，2个摩羯座，就是2个工作狂这样。I 人1人用创业的呢浏览世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IE 浏览器的第0集。好，那我是石刚，我是欢欢。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节目呢？先说那个频道的名称来源好了，由来啦，就是因为我是1988年生的，那你是1989嘛，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民国7年级生的这个代表。好，那以后可能会聊聊7年级生，他其实有蛮多的一些经历跟我觉得共鸣的，所以我就说，我们刚好在这个世代，那又想要用我们2个的这个身份跟经历来分享一些故事，所以想到就是说要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要用浏览这个东西。那在我们这个年代，网络世代刚起来的时候，浏览器可能现在有很多嘛，现在浏览的有 IG 啊，什么小红书太多了。但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个叫 IE 浏览器，如果你听得懂，代表我们是类似年代的。那所以我们就又因为这样子就叫 IE 浏览器。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MBTI 很红嘛，所以现在看到现在一定就知道我就是所谓的 E 人外向型人格，那他就是 I 人，对，所以就内向型人格。所以我们就结合了 I 人跟 E 人，就是有相似处不同处，怎么用这样的激荡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叫了 IE 浏览器。那为什么会做这个节目呢？我说一下我觉得为什么，然后你也可以补充一下，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个时代呢，其实更需要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来刺激大家的生活。对，因为我自己的身边朋友，可能不管他是做什么职业的，但每个行业别有每个行业别的圈，在自己的工作久了，像我们这个7年级生，可能职场也20来年，然后有些人可能已经活得有点僵化。那我觉得有时候以前我们看一些频道，会有一些启发，我觉得那都是很有帮助的。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是我们的特殊身份，后面会介绍，也许也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启发，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来记录我们的一些生活点滴跟很多的面向，给大家一些启发。对啊，那你有什么补充吗？我的部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如果做的话，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各自工作回来会讨论很多有的没的。对。那其实有时候有些内容是蛮有价值的，甚至是有时候我可能在后面工作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会回想起哪天我们讲过的话。那其实那时候的观点跟觉察，我觉得都是蛮多。如果是有跟我们一样是创业者，或者是跟我们一样的工作形态，会很容易会有共鸣，然后会有一些启发的。也对，也说到一个身份上的差别，就是我们其实曾经都有在职场工作的经验，可是其实都算2个的共同点是都很短。对，所以我们蛮快就从自由工作者做到去创业。可是我们同时间很妙的是，我们又没有像传统一样，就是好像年纪到了工作好像应该要稳定，就我们都不选择稳定。然后我们交往也10几年。对，可是我们又也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也都住在一起很久，所以我们反而有一点点反传统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角，因为我们自己身边蛮多朋友不都是好像得遵照着这个社会的节奏去走，但我们也想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选择的可能性吧。对啊，然后也许我们在相处上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在职场上遇到的问题，或者在创业上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有蛮多可以聊的。其实我们这个年代有点介于中间吧。像我自己的话，我有一半朋友就是真的是传统结婚这样，但有另外一半就是完全不太照传统走。对，其实是2边都有，不会说一定是哪一边比较多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7年级生现在的特色，因为以前父母那一代可能是4、5年级生，他们可能就得照着传统，时间到了就要结婚生小孩，要找工作。那可是我们的下面就90到00后的，基本上就是又是另外一块啊。那我们刚好介在都有的那个转换期。对，转换期。所以这我觉得是这个节目可能可以带给大家的启发。那面向会很多啦，所以就是我们主题上面的话呢，整理了几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从这个生活的日常，还有一些浏览创业的身心的状态，这是一个工作也是，然后再来是角色的
的关系，例如说我们的沟通相处，跟我们在对于人际关系，对，因为有很多人说年纪越大交不到朋友等等，那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怎么看的这样，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偏向自我价值，对，就是可能30几要奔40岁的这些过程，跟过往10几年来我们在生活上追求的东西跟自我价值是什么？是。对吧？然后最后会比较深一点，就是可能是生命的议题关于说我们的三观、我们的灵魂层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聊东西可能会非常广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这样子。好，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频道的原因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居家就在家里面这样拍的。好，那说完到这里，我们第2阶段可能就可以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了，让观众也认识我们。你先好了。我的话，我叫欢欢。那我自己是在2012年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做一个珠宝店的工作，然后2个月之后就离职创业，然后到现在总共创业了12年。那我的个性蛮跟石刚不同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不自律，然后比较随性的人。那所以我的创业过程也是一开始其实大概是有3到5年的期间是属于过一天算一天，开心就好的那种状态。那到后面跟你开始大量学习之后，才发现我自己在创业，我好像正在经历一个就是一个必须很快的自我修炼的过程。那从大概创业到一半的时候，这12年大概有前5年是随便的嘛，那后来才开始专注在这个事业上。我觉得我跟你差异蛮大的，是我们创业的初衷蛮不一样的。我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慢慢去找自己为什么。那我自己做的是饰品创业，饰品相关的一个创业项目，我们品牌叫曼温。那现在有4个门市，台南有2个，然后跟台中跟台北。饰品比较不一样的是。现在大部分看到的饰品，可能他们风格都是偏日系、韩系，然后比较清亮、比较白色系啊这一种。那我们完全是走暗黑路线，常常在百货柜位里面看到最黑的那一摊，就是我们的柜位。那因为我们自己喜欢比较深色调，然后魔法感，然后有神秘感的这一种氛围，所以我们的整个品牌风格算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所以其实听起来。我后来那时候我记得很短，工作很短，但我没想到原来是2个月而已对，所以2个月完，然后追求生活摆摊，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兵，要准备当兵。对，所以他们就是摆摊，然后就是回到那个就是他哥哥工作室去做他们的产品，然后再去摆摊。然后就是真的是像你讲，过的是比较就是先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角度，然后到后面学起才发现原来是叫创业这样子。对啊，我的话是糊里糊涂就创业，然后你的话你是摸索了好几个工作，然后决定要创业。觉得我要做什么？那你我觉得这是事业面嘛，那也可以让观众大概知道，那你平常的兴趣或你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我的兴趣跟喜欢的东西，第一个是我养狗，然后我非常喜欢柴犬。那像这个是我们上一只，对。那现在有第2只在旁边睡觉，然后它是他投胎来的，对。那其他的话就是也很一般，也看电影啊、看书啊这一些，然后户外走走。那还有一个是旅行，不过我觉得我是到很后面才真的有在开始享受旅行这件事。对，大概是这样。对，那这比较像是我们类似的地方，等下我们可以再深聊一点。那我叫石刚，然后我是做教育训练的。那比较特别的是，其实我家是传统产业的2代，但是我后来没有选择接，大概在家里快做了大概2年的时间吧。对，就是退回来，然后因为看到他在创业，就你那时候在创业，然后你哥也在创业，对，然后我有一些朋友也在创业，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大家都在创业，然后我就是好像一个2代的身份，大家也说你很爽，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好像没有很爽，然后就很觉得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比较没有成就，然后就一直很想做点什么，就像你刚才讲说，就是我那时候在试了很多东西。对，然后当时候回来的时候做，然后就是又认识有做，不管是从事直销啊，或者是说那时候直销很多啊，保健品啊、旅游啊，到游戏啊都有，然后我们就办活动啊，想说可以办活动起来，可以靠这个就可以起来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
2014年到16年大概都是这个循环，对。然后我是到16年接触最后一个游戏的那个代理商直销，他们那个产业别是新加坡公司，接触到教育训练，然后我们那时候才开始上课嘛，对啊。然后那时候我透过上课才发现，原来世界很大，然后才开始接触到其他的事情，然后那时候也是跟家里面真的说要自己出来做，所以我第一个出来就是做健康餐，然后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做健康餐，就在我爸妈他们旧家的那个厨房变中央厨房，然后就自己买电锅干嘛，然后他还帮我做，你还帮我做 logo 啊，然后做那个拍照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很阳春，然后去送餐去发 DM 干嘛的，对吧？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后来就做了，发现太累，然后觉得好像真的不是就好玩，但是好像没有想要往长远往这个发展，就去做那个，我好像是先对，我先去建工，对，我先去当业务。对，然后那时候就去那边磨练，然后训练业务，后来自己出来说，那不然要来做那个健身工作室。你是也做了9个月？9个月还是10个月吧？那时候本来要做1年，就提早了。对。然后我们就在自己做一个小工作室这样子，然后结合后面要做教育的这个过程，就是那个转换期，对吧？所以我是这样子开始做点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妙。那时候，可我觉得是那时候你其实，我觉得是。也就是你那时候觉得说，那就做，然后我觉得也是，怎么讲，一个拱大嘛，然后可是真的是拱大，对，可是我觉得很酷的是，就这样坚持到现在，刚好就过了7年，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开始到现在。你算是做过健康餐这个创业，再来是健身教练这个，健身教练，我还去考了执照，然后教过课，用一个工作室买器材啊什么的，对，然后没有钱就买那种比较 freeway 的器材。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你健身工作室不做的时候，你的学生还有点难过。对啊，就还说那个你真的不做，我就跑去做教育。然后再来就是点食。对啊，然后点食是做创业教育训练的啦，就是0到1跟转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上很多课嘛，对吧？去台北、去国外上课，然后这个内容，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可能会听到几个 podcast 节目都会有介绍，我就不在这边赘述了。好，那但简单来讲，就是这过程中我们就开始做创业的这种辅导培训，然后慢慢的起来，也做了很多的论坛活动，在南部去打造一个新创的一个社群啊。那今年度又做了一个汉方鲜奶的鲜奶茶的品牌，叫小仙岛，是跟我一个合作的品牌老师也叫陈一鹤，他是台湾算是品牌界的一个大师啦，好不好？就是跟他合作这样，所以这大概是我自己的部分，所以我们比较像是创业的时间大过于在职场的时间，对，比较多我有去澳洲打工度假1年左右，做过国外的职场工作，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这大概是我们2个的身份给大家参考，所以我们现在总合一下，就是创业者，然后我们现在又自己住在外面，我们就自己买房子，我们2个同居，我们这样一起住多久了？2019对不对？2018、19吧，对啊，对，那对，18、19了，对啊，然后到现在也7年了，对啊，差不多，对啊，然后就是，所以我们也还没有结婚，对，所以我们其实很不走传统的路线，对啊，所以像我37岁，他36岁，然后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可是反而却活出不一样的形式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开频道来跟大家聊聊的原因。好，那介绍完我们自己，我们来聊聊。你好像没有讲到你的兴趣。我兴趣好，对，我现在的话，我喜欢做的事情有健身运动。那以前是为了要变壮，现在我也是有这个追求，但是更多是健康跟沉淀吧。对，果然是E人的兴趣，就比较喜欢动态的。可是我觉得那是可以让我聚焦精神的时候。然后第2个兴趣是我还是很喜欢弹吉他跟唱歌。对啊，就我们以前是玩乐团，对，我们没讲到，我们大学是一起玩乐团的时候就是认识，然后就后面到我出社会，我们还有在玩乐团跟驻唱，还是都有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后期的话开始培养的兴趣，我觉得是观察吧，就观察人啊，观察这个世界啊，观察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我对那种例如说什么社会发生的小事件，我都会有时候就会很喜欢去研究这些事情。对，所以我在接收资讯的话，我很喜欢从社群上去找一些议题来研究，然后最后就是喜欢
我也喜欢打篮球，但很久没有打篮球了。对，都是比较偏动态的。对啊。你居然会把观察列成一个兴趣？对，我是一个兴趣，就是因为我最近跟朋友在聊，就是他们说，他喜欢一个人去咖啡厅这样子。然后我发现，我也是蛮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就可能在车上，我会去看路上的招牌有没有新的，然后还是路人谁要转弯，他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我就喜欢做这种日常观察，然后，对啊，然后或者是网络上的事件观察。了解。好哦，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相同跟相异之处，好了。好。对啊，那你觉得我们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个性上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是你就是很外向嘛，然后常常是有时候是跟一群人相处完嘻嘻哈哈之后，你会觉得能量更饱满。哦，对。那可能是同一个场合，我也是当下也是很开心，可是结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累。这是蛮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那个E人的特色。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在动力上吧，像是在创业的时候，你会很拼，然后很正面。那我比较属于会是比较悲观，我会先想做这件事情的最糟糕的状况会怎么样。对。我比较容易看到做不好会怎么样这一种面向。那你不是？我比较看美好的画面。对。然后我觉得还蛮不一样，还有时间观念。像我就是真的是，对，我不管是从以前上课还是在工作，你都是赶时间，我都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赶到最后一刻。然后我很常是高铁开门的时候跑上去才关门，就是那么紧急的状况。的确，我是属于会提早到的人。对，我很喜欢提早到，就比较有那个空间弹性跟余裕。我很喜欢刚刚好到。对，这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很爱运动啊，我不喜欢运动。对。然后你也不太喜欢跟陌生人群去社交，对不对？对，我发现我比较是那种一开始对这个生命我还没有认识的时候，我根本完全理不相理。但是只要一开始聊天，他是跟我稍微深聊一下，我就会觉得我会完全相信这个人，我很快就容易相信这个人，然后会想要跟这个人有更多互动或是接触。但是那都仅止于就是到底有没有开始说话。我自己的话是接触的人很广，但其实我觉得是长大的关系，就我也没有很喜欢大量的去社交了。可是的确社交的开关跟能力相对我知道我还蛮好的，可是现在也慢慢聚焦。不过我反而是人多，那相不相信有用直觉，可是会花的时间观察也变得比较久。对，但是对人能量是比较可以给我充电的啦。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蛮大不同。那你要不要讲？你是 I 嘛，我是 E 人，然后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你的星座是什么？我是狮子座。对，然后我是双鱼座。对，不过好像人家说过30要看上升，对不对？对，但是我记得，因为我是白天生的，你是晚上生的，对，这也有差。真的假的？那再请唐老师解释一下。对，那我自己是双鱼座嘛，也是狮子座，就火象跟水象。然后你的人类图是什么者？我是显示生长者。对，然后我是投射者嘛，就给大家参考啦，就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都是落差。对啊，然后对啊，我们的星座，我们生日期差刚好半年。左右，差不多。你是8月，我是3月嘛。对啊，然后前世生产者跟投射者的情绪调性又不同。像你是情绪型权威嘛？对，情绪型权威。对，然后我是直觉型。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落差点就很大，然后做事的习惯也不一样。例如说，你是习惯是东西要开始一个事情，你一定要有它的脉络跟收纳跟位置，不管是实体还是电脑，对，就是你要有整体的。但是我是属于先做，然后就开始跑，这是蛮大的不一样。就是你是很快速的，而且你还记不记得我是很慢的？你记不记得我好像是做点时我才买笔电的。对，不然我本来是没有电脑的，对，就是没有东西，对，所以你是要有收纳，所以你可以用 Notion， 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对，可是我用不了 Notion， 我就是东西存放有我的不管云端或电脑，我就
放，可是我就比较没有需要这样子。对，有时候你比如说想到一个新的专案，我会卡在那个专案的资料夹要放在哪里，要用什么东西去收集这个专案的资料，然后就一直还没有开始。对，我就先跑再说。对，然后你就先做，比如说我们一起上了同样的课，然后讲到一个新观点可以去试，你就去试了。可是我会卡在到底我要放在哪里，我要怎么开始？对啊，这个也是做事习惯，真的也蛮大的不同。还有个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背景。家庭背景对啊，家庭因素，我觉得真的也是，因为我觉得超大的不一样。这个会不会其实在那个可以给一些背景不同的人要交往的前提下，可以打破他们的迷思？因为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背景会不会不好相处？对，可是我觉得对啊，背景真的蛮不同。你先讲一下你那边。我家就是因为我爸应该就是传统的上班族，那我妈是家庭主妇。对啊，但你是行李店。对，我爸妈都是开工厂的，然后我爸爸以前，我阿嬷他们以前就是文具店，也是做生意的啦。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家是偏比较保守跟传统。然后，但我们有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好都只有一个哥哥。对，就是刚好家里2个。对。然后我妈是比较我爸妈都是比较属于传统，然后小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功课一定要很好啊这一种的，所以我小时候几乎都是我觉得功课好就是生存的条件，就是我的世界观就是没有功课好就完了，所以只要一节课没有听到，我会焦虑。我会想要赶快下课的时候把它学会，所以我也不太敢请假。那看到有别人留级，我会觉得还好不是我，就是那一种就是乖宝宝系列，成绩就是天的那种状况下长大的。对。我其实一半一半，就是当然爱玩，可是因为我妈以前还是会要我们把基本的那个功课弄好，可是我发现我可能不是很专注。很能专注学习的人，所以我以前其实成绩就是不是很烂，但也没有很好，就中间，对吧？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爸妈可能也是为了当时候做生意要存活下来吧，对吧？所以他对成绩也没有过度的要求，反而是在你的品性上面比较要求。像小时候可能偷干同学的漫画玩具，还是偷钱去买玩具就会被揍嘛，就是品性上是反而他很要求，可是功课就不太理我啊。我后面就发现好像功课也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就变成只是责任，我要把书念得毕业这样子。对啊，所以他们可能对我这一块的弹性就比较大，就不会要求我要是成绩很好的人这样。对啊，这也的确是差异化了。那你觉得你爸妈给你的影响比较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那个像你讲那个自律这件事情。自律哦。他们就是为了要把事业做起来，所以他们都没什么玩乐，对吧？然后你看到他们就是很努力工作，那以前又觉得说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干，他晚上不睡觉，然后为了把机器顾好要怎么那个，而且是2个摩羯座嘛，对，2个摩羯座，就是2个工作狂这样。然后我后来慢慢长大才发现，就是家里的负债太大了，那时候我们家负债1000多万，然后遇到88风灾又更惨，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其实不太抱怨，然后也虽然很辛苦，可是一直都熬过去，也没有把情绪放在家里面。他们示范出那种创业家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从小就有，长大才知道原来这叫做创业家精神。对，就是不会抱怨，然后解决问题。对，然后不会情绪化的对待小孩，我觉得这很不简单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影响我蛮大的，所以让我会后来创业，发现我可以不管自律还是说比较抗压性嘛。对，我觉得他们影响我最大应该是这个。对啊，那我的话，因为我的爸妈相对比较喜欢，就很传统，然后会喜欢比较像成绩或什么的。那所以我从小就是比较属于压抑，然后我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吧。对，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会一直忍的人，我有时候会爆炸。对，那我觉得我的可能我个性天生也有一个叛逆因子，然后所以刚好是因为我哥的关系，因为我哥他是属于很叛逆的那一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会创业到敢做一些选择也是受我哥的影响，所以他会让我敢去就是做一些我爸妈不喜欢的事。
对，所以我觉得我哥的影响算是有帮我打破原本那个路线，就是我本来应该就是一路念书，然后很不快乐念书，然后考很好的学校这样。所以其实当时候蛮特别的，应该是说，就是我爸妈的家庭的这种背景，养出会去做生意的小孩，应该蛮正常的。对啊。但是可能你爸妈是就是比较传统，那像妈妈是那个家庭主妇嘛，对啊，然后爸爸是工作，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可是你家反而你跟你哥后来也都自己出来做自己的事业，对，所以这反而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蛮特别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家庭有时候他是可以靠自己去创造出变革的啦，就是不会说家庭因为都是传统，所以我就也只能这样子。我觉得你这边算是这个的案例，是可以让大家跳脱本来的一些框架，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对，所以说我们家庭不同跟个性不同，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习惯。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有不同，速度也不同，你做事偏快，我偏慢。对，我其实常常会，你要出门的时候，我会觉得好久。对，可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吧。就是我是那种起来就是啪就出发，像今天早上可能约7点，然后我今天有点睡过头，6点37分了。可是我发现我45分就出门。对，刷完牙，衣服前一天准备好，穿了就出去。8分钟。对，8分钟，戴个帽子，刷完牙就出去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时间不一样。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的作息很不同。对。对，你自己说你大概的作息是怎样？我昨天4点睡。对。然后今天11、12点起床。对，然后我大概平常我现在是因为有变晚，不然我早期大概11、2点睡。对。然后我大概就是8、9点会起来。对，那我现在大概平均都是1点、12点半、1点左右睡了。对吧？然后大概平均也是每次大概8点多。对啊，平均大概8点多起来，睡比较晚，顶多到9点、10点。我好像从大学念设计系之后就这样了。对啊，你好像对，因为你以前念书应该也是正常的时间才对。当然高中之前，可是大学一进设计系，我们有一个算是底层的想法，就是设计系就是得熬夜，就是睡不了觉这样。对，所以从那时候可能1、2点，然后听到别人3点睡，觉得很扯，然后到大3、大4我就开始都3点睡，然后就真的就是一直到现在。有啊，你前阵子有稍微微调身体有好一点。就是很难维持在正常人睡觉的频率。我是法国时差。是自带法国时差。对啊。所以这是偏向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好像大概是这样吧。那你觉得相同的有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身份啊，我们都是创业者。对啊。然后相同的地方，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偏向长期主义吧。对，就是比较知道要达到某些成果是需要时间跟就是投入去积累的。我觉得我们价值观会相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因为我们都一起上课。然后看的书跟接触的老师的价值观好像都是这样。对，所以再回推回去，我们相同的地方应该是我们都够开放然后都比较喜欢学习。对啊，像我觉得可能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大学那时候不是很流行直销嘛，但是我是不会反感的，然后我也会去多用朋友推给我的产品，我会蛮喜欢做尝试的。我也是所以那时候才会去听一些说明会嘛。对，但是其实我们刚毕业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就对这些东西很反感，然后很保守，然后像上课也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失去了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子，对吧？就是对吧？就是会邀请，可是那时候其实也是单纯就是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可以有一番发展，对啊。但是其实可能年轻吧，就是比较冲但不见得每个人可以接受。对啊，但我觉得我们算接受。我们其实还是很多产品是直销产品，像牙膏这些什么的。对啊，就有人在做好用之类的。对啊，开放是我觉得一个蛮大的相同的。开放跟喜欢学习，我觉得。对。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很意外，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那时候我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不是那时候一开始没有跟你讲，就是你是支持我做这件事，但是是上课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课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很瞎？结果没想到，你其实是也愿意学，然后我那时候
这件事我们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上那个课，就是你知道，就是眼睛张开那个心灵成长，心灵成长类型的，对，所以已经很红。我们2016年就上了，我跟你讲，9年前早就上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环节就是毕业典礼就邀你来嘛，然后就看到你这样，然后就想说，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分享课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大家怎么都这么奇怪？因为我们要分享，有的人会哭啊，会干嘛？然后我是很投入，我也好喜欢那种感觉。可是后来就有人觉得说，哇，那是邪教啊什么？然后我想说，哇，原来这是邪教，那到底你会是怎么样？其实那时候我是不确定的。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朋友，一方可能是很投入，另外一方就是很反感的，然后拒绝的。对啊，但是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偏探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探索，然后没有到很着迷或是很像要洗脑什么的话，我觉得都还好。那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在探索一个新的东西，那我也会是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就是可能我一直在接触跟去尝试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过。可是我们也有去过庙产，对，然后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投资标的物，投资的结果签本票就后来6万块没拿回来。对啊，然后就是我其实都接触过这些奇怪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一直也都不会是反弹的，反而当然我们会一起去经历那个正确或失败的过程。可是我觉得相同应该就是这个开放，让我们不会有在这种事上过度的碰撞或者是争吵吧。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像是比如说那时候可能你尝试一些东西没有起来，那可能另外一半比较就会是你就好好做什么，不要再唱衰之类的。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发现我不会这样，我只是觉得就尝试，就是一直在找新的，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当下我专注在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比较重要。就有点像我当时候其实做健身房，可是因为我们去上了很多课，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这件事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来遛狗，然后本来是要把借钱，然后去把健身房做更大。对。可是我就跟你说，但我想做教育。然后你就说那应该是要选一个。我说那我要做教育。然后那时候你也说，你没有反对，只是你就说真的要做教育。然后你的点是我们行吗？对，因为一开始其实那个欢欢是有先帮了点石前段蛮多的建制啊，包含想法，包含课程的建制，然后还有一些设计。其实点石的 logo 第一代就是他设计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的担心就像你刚才个性讲的是比较我们真的可以吗？但是你是不反对这件事。我不是反对说你因为做什么以前都失败你就好好做，不是，而是你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它很有挑战性。对，就是教育这个东西我当时真的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会在意别人眼光的类型，而且我那时候做两个事业也都是收起来。对，但那不是我考量的点，就是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难度很高，然后我也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赚钱的东西的方式，所以你那时候说要做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要想清楚，就是你真的有很热爱这件事嘛？但是我后来发现你是有的，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支持啊。真的，我是好像就是属于。热起来，我觉得我要去投入。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是低潮，因为我们不是遇到一些不好的人，然后当时候就是有点，比如说我们本来很信任一个人，可是我是属于那种相信全力的，结果后来没想到不是这样，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很低落的，所以后来决定自己要干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那时候还是持续去支持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还蛮关键的点吧。对啊，我那时候觉得不要跟那个人做什么都好，自己揣弄。对，所以我觉得相同点可能就是我们的开放度是真的很高。对啊，针对新学习的东西不会过度的抗拒。我觉得那这样讲起来，我觉得开放是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个蛮大原因，不然我们那么多不同。对，其实我们其实在早期，因为我们在一起10来年，我们是2013年的时候在一起的。是吗？2013年的8月。2013不10月。然后现在就12年嘛。然后其实前段很多时候都有发生过一些比较大的争吵吧。对啊。对吧？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个性其实是真的很不同，所以就会吵架。但是近几年真的就越来越少了。
比较像是沟通吧，我觉得，因为个性上的差异还是有，因为我个性有我的缺陷，你也有，那我们其实都彼此知道，可是有时候就是会越过一点点的时候，就会有一方不爽，对，然后会去讲，可是我们比较大的点是我们会到最终怎么把它讲清楚，可是虽然那时候在情绪上，但会更理解彼此的点更多一点。我们大概都1天以内会结束，不会让这件事情拖到隔天。对啊。那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是开放度，就是持续到现在的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像你这样，跟我们刚才讲的学习吧。对。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蛮多朋友，不是就有一个进步，一个没有进步，那个结局大概都是会分开，不管是男的或女的都会分开。对吧？就是换下一个这样。对啊。然后再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太早进入真正的婚姻关系，有小孩，这也是一个蛮大的点。对，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在现在的社会还是比较容易是男生出去赚钱，对，然后女生就要顾小孩，那彼此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争执跟不满。对，但是我们是属于你自己赚钱，我自己赚钱，对，然后我们互相有时候帮忙，互相帮忙，我们没有所谓的多一个小孩的负担去成长。狗狗还好啊，对啊，那我觉得也是，就是对，还有一个相同处是我们对彼此的这个生活跟经济的这个角度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不会说，因为我真的之前听过，就是他们是夫妻，可是钱分得很清楚，然后他不好的时候不见得会帮他。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是蛮惊讶的，因为其实跟大家说，就是当一开始的时候是你们比较赚钱嘛，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惨，我就都赚不到钱，所以其实他前面还有就是借我钱投资我这边，然后当时其实也会有人说，就是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倒觉得我没有太 care 这个，但是比较有感觉是当时候你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比较有感觉是买房子好像是一件很屌的事，然后我现在就真的买不起，可是你就先买了，所以那时候房子也便宜，可是就会觉得哇，就是心里会面的那个感受是，我是要怎么样可以再跟上，对，我那时候比较是这样，所以当时你好像有问我说我会不会在意这件事情，对，但我的在意点不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怎样，而是我会觉得我这样子对，很慢啊，我想要再加速这样。我可以理解那个，不过那时候我觉得想买房子一个点也是因为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发展事业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一开始住的地方是反正就是他们公司的仓库啦，就是我用最拮据的方式生活。那这很值得讲的是，那时候你决定要真的好好创业的时候，你爸跟你说，男生出去创业就不要拿家里的资源。对啊，我觉得正合我意，因为我在之前被访谈2代，我也讲过，就是如果2代的话呢，你如果留在家做，你做不成，人家说你撩不要干，你做成了，你靠你爸嘛。对。但如果你出去了，还拿家里面，人家还是会说，你就是靠你爸。我真的很欣赏你爸这样做，就是连住的地方都不给你。因为我爸我觉得很强。因为我爸小时候也是这样，我爸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他要离开我阿公那边的时候，也是自己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成功的关键。然后，对啊，我其实我爸并没有说不能住在家里面，可是他是说就是不拿家里资源我那时候就已经打算要搬出去了，所以你就先住我们公司的楼上的仓库，就是他们现在那个老店的第一手药店的那个楼上的仓库，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剩钱也不多，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角钢，然后做一个床，然后自己去买了一个小冷气，对，然后就自己住在楼上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可能也住了快1年的时间吧，我那时候就觉得对1年多，对我觉得我希望你有一个好好可以睡饱的地方，正常的地方。其实我是蛮好睡的啦，对，只是早上会被热醒。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算是预算还够，然后看到那时候房子很便宜，然后我就刚好那个契机，我们就搬出去住了，那就有点像是你住在我买的房子。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捩点，别人怎么看，然后其实你没有很在乎，可是你开始会觉得你好像比较慢，对，而且这个就跟那时候还在家里面，大家都已经在进行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落后的，对啊。可是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讲的，就是当时候要开始住就是现在回想会觉得天哪，那个生活环境也太瞎了，然后住厕所还是那个很鸟的地方这样，然后也是没什么生活品质。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其他东西都无所谓。而且我记得我20寸的行李箱我就搬出来，对，就我没有什么衣服，全部重买。对，你的行李箱就一个20寸，然后就搬家了。我觉得这很酷，就是我觉得其实那种感觉也是蛮享受，就是有点像是你到一个新的国家，就是从头开始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一点东西而已，你住的地方能睡就好了，然后就投入自己的事业。这其实蛮感人的，对吧？而且其实现在回想会觉得，因为人家问我说你好像很顺，然后我以前也就是对我觉得我很顺，后来他们就问我以前的故事嘛，讲一讲，他说他们就很惊讶，然后说这不是很辛苦吗？我说很辛苦吗？然后回想就说，如果以现在的住的品质跟生活，会觉得对，其实蛮不舒服的。可是当时候就是一直因为这个意念吧，所以没有想那么多。对，不会觉得自己在吃苦，而是在做一件自己可以自己掌控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常来讲说，其实当你的热忱在的时候，努力就不会存在的概念了。对啊，我其实这样回想也是蛮享受的，就有点像是你当时候去摆摊很热，而且那时候我还在当兵回来，会开车载他们去摆摊嘛，然后跑到新竹，最远还要到台北，他们台北就要坐那个统联，那时候还没有坐高铁。对，我们那时候坐统联。对啊，然后最远我载的一次是在新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其实真的以我这种去沾酱油跑一下就好玩嘛，可是他们是一直下雨很热什么的，有时候又没生意，然后别人可能也会觉得你们哇这样子很累吧，很辛苦，可是也是一样嘛，就是想要干这件事，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对，就也不会觉得好像很惨。对，那时候更因为我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所以那时候根本也没有想到未来是怎么样，只是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是我想过的，就是我可以自己掌控。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是聊回来你这边，我觉得也蛮有趣，是走一步算一步的概念，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当时候就是12年开始嘛，然后你是到15年决定做实体店面嘛？对啊，然后实体店面完到这个过程，就是你自己觉得因为那个新进我们不是聊过，你就说原来我真的来创业是从真的有把店跟把员工请下去，对，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你觉得对你来讲最大心境转变是什么？就摆摊过生活，然后到决定要做一间店下去的那个感觉。决定要做那间店，到做之前都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后面那么困难，就是很兴奋的。对，就是应该说，我每次早期每一次要转换的时候，都是已经遇到困难的，然后看到一个新的契机，觉得转过去应该就不错，所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纠结。而且我印象中是当时其实弄完没有钱，然后还要去写一个计划书，去再借到钱，然后你不是有讲说你进银行还要先让自己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去银行提案，其实那个是不见得是真的是这样嘛，所以那个过程是需要自我建立信心。那时候就成长比较多。我第一次的时候是2015年那一次，对，从我哥的工作室要搬去一间店面，但那时候我其实只有10万块左右，而且那10万块还是要还的，就是半年后就要还。可是我那时候觉得10万很多，我觉得10万可以开店，然后我就开始看，然后你真的很天真。对，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每一次做决定都是在广大之下做出来。那时候就想说可以租店面，那租下去之后，租金和押金出去剩2万，然后才发现装潢好像2万不够，对，然后才开始借贷款，然后顺利贷到50万。好像贷完的时候刚好要缴那个工程款。对，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先请人家装潢了嘛。这段真的是每次讲，每次都觉得，因为现在会创业了，所以会觉得，看那时候好赶哦。对，那时候如果知道创业那么难的话，以我个性，我应该不敢。对啊，其实大部分是这样的，蛮多人都说，如果知道后面会发生这些事，多数人是会觉得先再准备多一点。可是其实也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敢了。对啊，我觉得后来我想到一个
譬喻方法就是说，你今天很期待去一趟旅行，但是如果你预知你那段旅行出去会生病拉肚子，然后很不舒服，或被扒手干钱，你还会去吗？就是有点像这样吧。可是不管怎么样，有趣就是一趟体验，对啊。对，我觉得创业故事，其实我刚刚你提了我这一段的过程，然后跟你这一段过程，我觉得它是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不是什么极度成功的创业家，我们就是从0到1经历过那些，然后顶多赚到，我觉得赚到创业该有的经验跟金钱，但是也不像那些很屌的创业家已经赚好几亿，我们就还活着这样而已。对，但我们也在往那里前进。对。但我觉得会想要分享这段，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一般人可能要做这件事情身份的人，这一集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他知道说，其实，我觉得比较接地气啦，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是没有任何背景跟经验，就是从零去累积我们的资源跟经验的过程，对，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情境状态。如果有些人也是这样，应该会很有共鸣啊，对吧？那我总结在讲说，就是我们的。相同处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最有共感的，就是开放。那从我们这个创业的故事，我觉得就都在体现这件事情相同吧。然后那生活上的价值观，你觉得相同的有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信仰算是蛮相同的。就是我们都属于家里有拜拜，但不是过度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并没有直接是某个宗教信仰。对，那对拜拜当然是比较是以传统的台湾为主，但是我们对其他的宗教也算是有一些体验跟涉略。对。然后像现在灵性很多层面的，比如说像是比较神秘学。就有很多派门嘛，其实我们也都会互相讨论分享。那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算是相信轮回的，因果轮回、宇宙能量的分布，对啊，这个蛮妙的，就是玄学这一块吧，对啊，因为也的确遇过那种，如果伴侣之间他们的信仰立场、逻辑跟价值观不同，也真的这一块就不太好聊。对。或者是应该说，也是因为开放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去讨论一些比较玄学的问题。而且你会去例如说接触到那个西塔疗愈，然后接触到什么，然后你跟我讲，我会觉得试试看。对，就是我会说那会怎么样？那我也要报名。我连庙场都试过了。对，我们有去庙场的，我们还去静坐。去一次发现我们两个都不行，我们都吓到。但如果你是 OK 啦，只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适合。对啊，但我觉得的确，那是不是其实开放也延伸到生活上，也的确是，就是在对事情尝试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很大的面向，比如说我们都不喜欢崇拜某个人，我们觉得是欣赏。人人平等，就是每个灵魂是平等的，就是欣赏就好，不是过度崇拜。谁是神，谁要拜？对，就是这种要拜一个神的，都会让我们比较反感。对。然后再，我觉得你是比我还道德洁癖一点，但是我们算是都还蛮类似的。就是我们其实不会乱丢垃圾，这种最小的大概是这样吧。然后跟不会想要去做，就是他在道德下是不好的事情。应该是这个人如果不 OK 的话，我们就不会想跟这个人来往。对，我们还蛮在意这件事的。对，就是这个人查到他原来有例如说表面上是很好的，结果有听到有做过跟我们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事，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有点保持距离，甚至别人以为我们很好，我们都很在意。对，就是他在外面如果说跟我们很熟，我们会很想澄清这件事情。对，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在意别人的点的其中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我们也比较在乎我们自己喜欢的人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在意我们自己的人际跟名声吧。对，所以我们其实有讨论过，我们是不是太道德洁癖这件事。其实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对这件事，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工作跟人际关系还有生活，它有一些底线。对，但是如果超过这底线就是不行。不过这个底线会在不一样的场域可以有一些 range 啦。对啊，我自己后来是这样看，就慢慢领悟中这样。所以相同在生活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同是我们算都蛮喜欢
去吃好吃的东西跟去看好看的店。这个应该也是蛮多情侣共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吃的内容物不一样。哦，对，喜欢的不一样。我们喜欢的食物非常不同。像我喜欢吃饺子类的，任何饺类、饺类、面食类、肉类，然后所以什么汤包、蒸饺、面食类，然后跟肉，对啊，炒饭，对，但我现在不吃炒饭了啦。对，但是你是喜欢，但是我是喜欢的，但我知道很不健康，就少吃。你那一堆喜欢的都是我还好的。对，因为你不喜欢吃同一个味道有很多的东西，但我是喜欢吃大锅炒的东西。然后任何饺类我都还好。对，然后但你喜欢吃的反正是什么？我喜欢吃的是你不喜欢的面包啊，然后精致淀粉，然后那个饼干什么的，零食类，对啊。但你正餐类你喜欢吃的是什么？觉得？正餐类哦，我觉得肉也还好哎。其实你不是肉食性啊，像你会吃山药、玉米跟芋头，还有那个对，这类都我爱的，还有毛豆，可是这类我反而都不太吃。对，刚好跟我食物上差异蛮大的。对，不过我们共同点是我们不吃水果。对，而且我们不爱喝酒。对，我们不爱喝酒。对，这我觉得也是，这也是蛮相同的。对啊，可是我不爱喝酒是因为我的体质本来就也不行，可是你是可以喝，对，只是你是不喝。我是可以喝，但我喝不懂酒。对，也是。对，这个大概是生活习惯相同之处啊，然后再来是我们算也都蛮喜欢的旅行方式类似，就是不会喜欢跟很急的团，然后喜欢自己去探索。对，可是你会，我觉得，因为你已经算女生里面不是疯狂逛街 shopping 型的了啦。对啊，但我觉得我有慢慢在，像我们出去会跟着你逛一些东西，我是 OK。对，但是我们就不是属于要去跑很多观光行程的那一种。对，或者是 outdoor 要去，像去泰国看大象啊，要去玩什么东西，我们就好像比较不是这种。我们不是 outdoor 咖。我们比较属于城市生活咖。对，就是去玩的话，比较喜欢看一些古景或是街道这样走。建筑、美店跟一些街道类的。对，这也是比较相同的地方。对啊，但这个我也想要不同的地方是，我喜欢购物，就是因为我比你更重物质的东西。这也是。对啊，因为你真的没什么在花钱。我就是20寸就可以搬走。但是我很喜欢买一些生活小物、方便的东西，各种的。可是你后来买的一些东西影响我，其实就是生活上吧，像例如说香氛的东西，就觉得那提升生活感觉，对，也是从你这边，对吧？不然我本来真的没有来买东西。对啊，反正是我每次买，你会发现，我记得最扯的是，你连电视都觉得不用买。对，以前不买电视，在旧家的时候我买了电视，然后后来都是你来看。对啊，就本来没有在用这东西。对，所以反而是没有怎么开化，到后面才接触完，觉得好像可以。对啊，开始买香氛什么的。所以这是生活性的相同。那最后如果是三观呢？你觉得三观面向的相同会是什么？我觉得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对善良跟真诚的这个是算是蛮一致的。总之，我觉得应该说人有偏善跟偏恶的。那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好人跟坏人也没有对错，但我们刚好属于是好人这一群吧。就是比较会，就是看到人家有苦难，我们会觉得会想帮忙，或者是做良心不安的事会良心不安。真的会，就是如果真的去做了一个什么，得到的是不是自己真心认可的成果，也会觉得心虚。对，我觉得会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会觉得人就是要良心，但是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才发现人真的是可以没有良心的。对啊，就是他不认为为己利之类的，他不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那我也觉得可以认同的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跟错，所以在他的世界本来就是对的，只是他没有顾及到别人。对，但是我们是属于会顾及到别人，然后会觉得冒犯别人或者什么会良心不安或是不好意思的这一类型。这个我觉得很妙是，可是我家人的确也有这样的教育过，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也在想，就是生成这个价值观或这个人生观的原因啊。对啊，因为我爸妈也是属于不会去陪人家的，然后宁愿我们家也是啊，对，然后宁愿被陪，
对，我们家也是。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什么吃亏就是占便宜啊，然后或什么什么。可我妈以前都会跟我说，就是我不会去害人家，但是人家如果弄我们就要反击。我爸妈没有特别教我这一块。对，我妈特别跟我说。对，所以我才会小时候反击很多同学。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也都是偏向是做比较正确的事情，或教育来讲是说，是不要去侵犯人家，要善良什么的。就是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相对比较正确的事。对啊，这是我们算是三观比较类似的。我们不是在就是没有人教，然后比较没有什么善恶之分的状态下长大的背景。不会为了赚钱去害别人，对，或等等什么的。了解。那我想要问的最后是，那你觉得我们的整个三观里面最不同的可能会是什么？我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生存的意志。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嘛，就是我是属于如果我身边我在乎的人都走了，我也活不下去了。但我是想要活久一点的人。对，你觉得也永远就是你会有你的为什么要活下去的原因。对，我是属于就是你其实如果身边人在，你想要活久一点，可是如果大家不在，你会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对，如果我说我在乎的人都走了，那我会觉得我活着要干嘛？然后我好像是跟你说，就是我们是可以带着他们的意志继续把它往下活。对，然后会遇到新的人，会遇到新的事情。对啊，我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对啊，你是这样，我们聊过，还蛮不一样的。对啊，因为我自己真的偏向，因为我会遇到蛮多人说他没有想要活很久。然后我最近有一个发现，只要讲说没有要活很久的人，通常都蛮悲观的。对啊。但是我就很想活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然后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身体健康到一直都70、80岁还是可以坐飞机是最好的。我觉得你算是有很强的生存意志的人。对，我是。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创业的初衷是想要改变一些世界的事情。对，但你那时候是算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完全不一样。然后你是慢慢从做这些事开始有影响力，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其实应该是可以做更好，可以去创造更大的价值。然后我是一直往这方向走，慢慢学习怎么回来，也专注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对，就是那其实自己也要学习怎么例如说像你看，从生活的品质、用的东西，然后跟生活的方式，对啊，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这后面可以聊更多。对啊，所以这应该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好哦，应该也聊了蛮久，要总结一下。对，所以这个第0集，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要打算让它有一个设限要聊，对一个脚本。但是至少第0集就是让大家先认识我们以及为什么会这个频道。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集数就开始有主轴了，就是可能从创业，从我们的相处之道跟关系，可能会聊到伴侣的关系，会聊到创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对啊，创业发生的事啊，创业遇到的挫折。而且这边比较不讲创业的教学，这边讲的是实际遇到我们的心境跟那个事件。对啊，然后各种事件。对啊，然后再可能也会聊聊人际关系，聊聊家庭关系。对，然后也许会聊信仰，聊灵性都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好哦，那今天反正就是第1集，反正这个大概就会长这样。那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内容有共感的话呢，你对哪一块比较有感觉，那欢迎大家可以底下留言跟我们做交流。那我们都会看到，也会去跟你做分享。那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议题，也欢迎可以留言，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题材。对，就来跟大家聊。对，就慢慢来。对，那最终还是不免俗，我们终于进入 YouTube 界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请大家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对，然后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觉得你身边听完会有一些帮助，你有共感就要人家分享，我是不敢不会啊，你可以去看我 IG， 我现在有1万多粉丝哦。我也是创业圈的小网红自己讲。没有啊，也没有啊。对，但我 IG 比较多人看你可以搜寻。对，你也可以搜寻电视，搜寻实干或搜寻漫问，对，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相关的内容。如果对我们有兴趣的话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1集。你最后要补充什么？欢迎订阅、分享、按小铃铛，你一定会越讲越顺的。好，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拜拜。